只有半天时间，虎跳峡能体验到什么？云雾、暴雨、彩虹，也可能是一杯涩口的咖啡。小摩托带我们看到了美景，但是它也会迷路。先离开周球球了。刚刚你看着路了吗？隔夜我们是摸黑到的酒店，没想到窗外是这样的景色。原本计划早点出发去徒步，现在外面云雾缭绕，又伴着小雨，那索性就慢慢欣赏一下吧。出门前，客栈老板又给我们打了预防针，他说这条路可不好开，很多人走到半路就不敢走了，最后还得找代驾，如果有需要，他可以送我们上去。我们没多言语，这一年别的不说，山路开的倒是多。回来了啊！我一个恶犬。这就是老板要收50块钱的路段喽。老板也没乱说，这条路不算窄，但弯儿很密，车头一抬，人像坐着往天上开。我们决定在茶马吃个午饭，只能靠美景下饭了。这个饭本身就就相比食物，美景当然更重要。攻略说后面才是精华段，这让我们更加期待了。咱到起点还有点距离呢。哥哥搁这研究怎么省路呢。从能开车的路到土坡这个路就是1.2公里，来回是2.4公里。你要走吗？我才不走。大家常说的精华路线是指由茶马客栈出发，途经中途客栈、龙洞瀑布，最后到张老师客栈结束。由于下坡主要集中在后半段且风景一般，所以我们打算从中途客栈或者瀑布就折返了。这样呢，虽然看起来路远，但其实主要都是平路，会更轻松。往返预计14公里左右。我们刚又发现山路其实入口并不在这儿。我们还发现小摩托应该可以直接给我们带到山路的入口，怒省2公里。背着小电动车的好处，大家可以效仿一下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你这是省了3公里啊，还是又转出去3公里啊？哎呀妈哟！我感觉这两个都不对呀、我感觉到人家了，到人家了，从这上山了啊！热量啊，我到别人家了，又走错了。他是应该是不准。兄弟每次都多走3公里，反正他骑车，他觉得他不累。嘿嘿，这先就放这儿了。我以为这个羊是个雕塑呢，站在这个位置。开始徒步，呼！给他让路，让啥路啊？那等老远了。他看我，他歪脖看走我，而且他们臭臭的。你给啥了？我说就这个景儿，师大我给了，我允了。就这个山，它离你特别近，压迫感极强，尤其现在这个云彩，也不知道是有云彩好还是没云彩，大晴天看哈巴雪山好。这个是玉龙，太漂亮了。你好。他刚才在底下吃，他突然抬头看我一眼。老鲜亮了。干啥呀？你个雕塑？感受一下。再次发起筑梦，还是那个山尖儿，还搁这儿呢。我们不会整个徒步路线都是这个尖儿吧？那完全取看你的脚程啊。
来，小朋友，是时候补水了。你是不是要收我钱？你个奸商的呀！ 10块钱一口。咖啡吧，我手磨咖啡，手磨吧，我要会意识。我们是走不出这个五指山了，就一直绕着。我现在稍微有一点齐天大圣的那个感觉了，逃不出啊！这可有点太惬意了吧？看起来像那个叫啥生蚝。徒步将过半，太意外，它比我想象中平坦太多，没有复杂的岔路，也没有需要证明勇气的陡坡，就这么沿着半山腰往前走，听金沙江从峡谷底部穿过去，看两边的山把人夹在中间。今天最大的危险，可能就是我被小羊追着跑的时候叫得有点大声了。之前一直不信这个是著名的世界10大徒步路线，感觉徒有其表，被大家炒起来的。因为有一些老外经常在这儿，但是来了一看，切实的感受，我觉得是实至名归。跟我特别喜欢的美国冰川国家公园去对比，同样的是在山脊线上走，去看另一边的山脊，但是这边的山更高，离得更近，更有压迫感。而且同时也能看到同侧的山脊线上面棱角分明，颜色也非常好看。可能我们来的很是季节。而且比起看真正的雪山来讲，我更喜欢这个云海。这个云海真的很难得，贴得特别近，感觉可能就不到100米的距离，我觉得是很震撼的。被雨夹击。哦，不对，那边出太阳了，然后现在这边在下雨，马上就要喝杯咖啡躲个雨。对，喝个咖啡避避雨。快快快，跟大雨赛跑，快快快！徒步路线要走人家院子里，真是好生意啊！嘿嘿嘿，必过。每天客流量很大。哦，这个是那儿。什么呀？俩人抱着那个支出的石头，还有人单手拉。就这个吗？嗯，就这块假石头。嗯，千万不要碰，说碰了就要收钱。手双手双，1、2、3，手打开。OK。宝宝，我们现在在去哪儿？ Halfway。沿路嫌弃人家那个村民卖的咖啡，人家手冲，他不信，非得要去正八经的咖啡店。人说我手磨的，我手磨的。对，我没有不信，我只是不想喝。非得去正八经咖啡店，对，对吧？找个好的咖啡师给你料理一下子才行。好像来到了个商业街。哎。想喝个咖啡真难呀！哟，太阳出太阳，雨还在下。咱俩刚才就研究开车开到这儿来嘛，看看多少钱10分钟的免费，20。20啊？那是骗我说20块钱1小时。客栈老板告诉我们，车开到上面的话是20块钱1个小时，坐他车50块钱给你送上来。
要说路特别难，好多人半路都放弃了，然后靠代驾给架下去的。然后结果我们上来之后发现，啊，就这样吗？这跟太阳山也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呀。彩虹，彩虹。我们终于到中途客栈啦！绝句第一册：风吹屁股凉，美景眼睛爽。音质第一册：艺能治痔疮。果然风景嚣张，氛围更野。作为徒步界的网红老顽童，震惊我的不只是客栈的氛围，更是陌生人的热情。上来爽死你阳台之前，遇到刚要出门的客人，疯狂地催我们有彩虹，快去看！一股热情席卷而来。点单的时候，店员开口的第一句话也是：“赶紧找个位置先看彩虹，回来再点。”这一刻喝不喝咖啡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了，所有人都真心的让你别错过。小口和小口。我被他打了一下。那这啥味儿啊？熬一杯美式被喝。啊！我现在满嘴都是这个东西，然后太有后劲。就到瀑布那个地方开车就行。你要感兴趣的话，咱俩可以。回去开车过来。咖啡喝完，我们决定就此返程。原本担心下雨会毁掉的今天，雨反而成了虎跳峡最好看的部分。满山都是瀑布，好像也确实不需要特意去看了。去的时候，我们一直盯着远方；回程路上，我们看东西的方式变了。都是果树，全都是果树。这个是树莓吗？这不是吧？看起来没有那么大颗。那边是核桃，后面是核桃。发现了蘑菇，路边小烂蘑。这是我昨天采的那个，就是有毒的，它看起来很无害。这个不像吧？感觉这个杆儿很长呀。有毒有毒。你昨天采那个是矮脚的，就是它。这个是粗杆的。一样的。完了，我感觉你对蘑菇的辨别能力不行。阿姨帮我们摘了。哇，这个好像鱼卵。尝一下。哇，还酸酸的。涩涩的。谢谢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他们叫power。英文吗？power。咱们就这样叫。power。可爱啊。果树、野果、雨后冒出的蘑菇，还有当地人每天经过根本不会特意多看一眼的小路，他们去程也都在，只是那时候我们太急着见到一个答案，回来才发现，当你不再担心会不会错过什么，才终于开始看见眼前。哎呀妈，吓我一跳！藏的怎么不真好，回家？动都不动，我以为是雕像呢。什么玩意儿，黑漆麻乌的搁这儿。地缝。在我们对面的山头上，我们拉远一点，摆个 pose， 一抬头发现对面的一群羊在那里，看到了吗？知道有多高吗？咋上去的呀？太涛了！晴天喽，我们有效的避过了2场雨，一直等到晴天才返程，真是聪明啊，大聪明！我们是晴天使者。稍微就那么召唤了一下太阳，现在天晴了。蓝天有果吗？有，就是它哟。这个是刚刚那个阿姨给我们捡的那个果果。完了，你要不好揪的话，估计就贼酸。老酸了，你摸不信，肯定酸，摸贼酸。这有好的那不揪呢？哦，你看这个把叶都挣开了。就是有包的，有不包的是吗？对啊，你不包的，相当于得把叶都挣开了嘛。
吃起来就是那种梅子的感觉，口对感对涩涩的，其实挺像那个黑莓的哈，对好多呢，对对对它下边都一嘟噜都是。但它味道会有一点点特别，嗯，那种酸不酸、甜不甜的一个感觉。还是挺酸的，但对是没有那个咱吃那个刚才我喝的那个橄叫橄榄滇橄榄，橄榄，没有那个酸，哦，那个橄榄绝了！哎呀妈呀，这后面有小刺刺儿。是吧？对，啊，完了，啊，不行，这不行，完蛋了，我看看，谨慎啊，谨慎。那不是本地人就别碰了。当看到大爷大妈穿着拖鞋坐在徒步路上聊天看日落时，我们相视一笑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次冒险，可对他们来说，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傍晚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虎跳峡最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不只是雪山、峡谷和金沙江同框时的震撼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把选择留给了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。你可以背上背包走进山里，用2天的时间感受一条世界级徒步路线，也可以不徒步，就在路边停一停，看一眼最壮阔的峡谷。不用赶行程，不用证明自己多专业，更不用把旅行变成一场消费比赛。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，听金沙江在脚下轰鸣，看雪山在远处铺开。我们一路走来，见过太多地方，在被看见之后，慢慢变得只剩下打卡、排队和收费。但虎跳峡让我们相信，一条成熟的路线可以被更多人看见，也依然可以保留它的自由、克制和真实。真正好的旅行，不该是把人挡在风景之外，而是让每一个愿意出发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。希望多年以后，虎跳峡依然如此，依然属于每一个愿意出发的人。依自然保护未开发未开发的区域。哦，下山喽！今天行程结束，拜拜。下一站上沟里啦。嗯。